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颗蝴蝶兰呢，是一颗迷你的蝴蝶兰，它呢也没有名牌，不过经过了几年的这个影片介绍啊，逐渐的我自然而然就把它称作小紫啊 ，mini purple 小紫。那这颗蝴蝶兰呢，已经是第2次还第3次开花，那它基本上1年就只开1次花，但是呢，今年呢，它也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状况，等一下跟大家做分享。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颗兰花上一次开花的一个简短片段，这样子比较容易让你们能够稍微比较一下今年跟去年上一次开花它的不同的状况哦。那去年整体上来说，它是隔了1年之后才重新开花的这个迷你蝴蝶兰。那去年我记得它的花开的数量差不多，不过它的花呢稍微小了一些，然后它的间隔就稍微比较大一点。那今年呢，你等一下如果注意看的话，应该可以发觉到，就是说它花感觉比较大颗，而且它比较饱满。这个跟花的成熟程度跟养护上面的一些改良，也许有一些关系。那去年你可以看到它一样是种在这个瓦盆、陶盆的这个材质里面，今年也是，我还没有对它换盆。今年本来春天的时候我要来进行换盆，不过呢，因为它花还是持续的在长，花梗在长，然后持续的在开花，所以我又又等到了2019年的这个年中那还是没有换盆，因为呢，最近比较忙，再来就是它才刚开完花不久，我还想让它稍微休息一下。那因为我每1个月呢，一定都有用清水，至少1次是做浸泡的动作，所以然后每一次浇完水，我一定都让它全干，所以这个介质呢，没有常常处于极度湿润太久。它就是一旦蒸发，它一定会最后面有1-2天是比较干的，甚至全干。有时候我可能出差啊，比较久的时间，可能甚至是夏天会撑到10天，我回来的时候才给它浇水，所以有时候很干。所以当不是说常常都处于在很湿的状况啊，有时候它的这个介质啊，老坏的速度也比较没有像一般人说它种在温室里面，那温室常常都是处于高湿度、高水分，那因为水分越久，积的越久，它的这个介质呢腐败败坏的机会速度也会更快。好，那很快的，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的这样它的一个花的这个生长开花的一个状况。这边给大家一个时间的参考点现在看到它的第一朵花呢，是在今年2019年的3月中旬，它开出来的第一朵花，所以呢是在就是春天的开头，冬天结束，春天开头，我这边的这个季节来说，开了第一朵花。然后呢，它陆陆续续的，就是很快的就是后面的花就陆陆续续的打开。不过这棵花它的特性就是说，刚刚我说很快打开，其实也不快。比起其他的兰花来说啊，它其实是边长花苞边开花的。不过呢，这棵兰花它第一朵花前面开的这头3-4朵花，其实它的花期蛮久的不像有一些兰花，它呢就是边长花苞边开花，可是等到最后一颗花苞开完之后，也许它前面的2-3朵都已经陆陆续续的这个就是谢掉了这颗兰花呢，其实它当初我记得最后一个花苞打开的时候呢，第一个花苞才开始出现了一点点微微的这种就是要谢掉的感觉。我有另外一颗兰花是用杯挂式吊起来的，这颗白色的这个蝴蝶兰是我拯救的蝴蝶兰。我记得我在拍影片拍它最后面最多花的时候呢，前面的2个还3个
花朵吧，我记得就已经谢掉了。所以这是这颗兰花它的一个特性。那再来，这颗兰花其实它重点是在它的颜色上面。这颗兰花没有香味，是很一般的这一种迷你蝴蝶兰，就是杂交交配的迷你蝴蝶兰。但是呢，它的这个颜色呢，非常的饱和。那它的这个叶子啊，因为经过了2-3年的养护，我发现它长的叶子的大小差不多了，所以也许这颗兰花它的这个迷你蝴蝶兰的尺寸 size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去年跟今年的开花数量差不多，所以我在猜测它这颗兰花呢，大概就是在6到8朵花，甚至可能会到9朵就差不多了。我记得它没有超过10朵，因为甚至当从花店买回来的时候，我记得它也没有到10朵这样的数字。我这颗兰花的浇水方式一样是这个外杯，这个外面的透明的杯子啊，我在杯底啊让它浸泡。不过呢，这颗浇花的方式呢，我是从它这个陶盆上面啊往下浇，就是给水然后给到它满出来，我就停止。所以呢，它慢慢水在渐渐的往下沉，就是流的时候呢，会在这个透明的外杯里面慢慢的逐渐升高嘛。然后我就是让它这样子泡个20-30分钟，甚至有时候1个小时。因为通常我都是周末给水，所以我会在边给兰花浇水的时候，边做其他的家事。那做完之后再回来把这些兰花就是把水倒掉那每一次都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充分的给水，所以呢，即便是要出差或者是有工作比较忙，不能够真的是在夏天每一周给水的平均这样的一个天数7天，甚至撑到10天我都没有关系，因为这颗兰花在当时给水的时候是充分给到水，所以呢它吸够了它可以支持一阵子是没有问题的。我其实当然那个时候是在冬天，我曾经就是我记得好像是有到19天还20天接近就是3个礼拜好讲了没有水，他们冬天的时候是 OK 的。那夏天因为比较热，所以你说撑个10天，可能最多14天应该都还没有问题。好，那这个是当时它完全已经开完所有花苞之后的一个影片的片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几张照片了。4月30号的时候呢，它其实就又有另外一个花苞又逐渐长大，就这样一个花苞。到5月底的时候呢，也就是前后1个月，它最后的一个花苞又打开了。所以它其实全部的花苞长完之后，它休息了一阵子，持续的这些已经有开的花之后，它又自己额外再多长一个花苞，然后又过了1个月，那个花苞自己打开。所以这个是现在看到的照片，是那一个最后一个花苞打开的一个照片的记录。那这颗兰花去年没有这样子，但今年呢，也许是天气不错，或者是养护上面有做到位，所以它特别开心。所以在花期的当中从最尾端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又长了一个花苞，然后再又打开。肥料一样是1/4。那刚刚讲过给水的间隔呢，夏天我一般就是7天，不过有时候因为忙就会到10天，回来的时候到家才给水。不然的话呢，大概就是7天。冬天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每2个星期给1次水。那我一样每1个月一定会有1次是用清水来浸泡。原因就是要溶解掉它里面不必要的一些肥料残留的盐分物质等等，或者是因为败坏而产生的一些介质的小屑，这些都可以经由浸泡，然后进而来帮它们冲洗掉。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理论，这个是之前这边西方一些兰友提出来的理论他们说迷你蝴蝶兰呢在开花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需要的水分的这个需求呢，其实是比大颗兰花还要来得多。原因是因为你看一样是开花，迷你蝴蝶兰它的叶子偏小，但是它的花的比例跟叶子的比例呢，其实比例很高不像大颗的蝴蝶兰呢，它的叶子的面积比较多时候是远大于这些开花的面积。那花开花的时候也是需要水分的，因为在那些花里面的组织也是需要水分，它才能够平整展开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以这样的比例来看的话呢，
理论上来说，的确有这样的道理，就是迷你蝴蝶兰在开花的时候，甚至要给水哦，会需要就是需要水的这个需要程度是比大型蝴蝶兰还要来得多的哦，因为它花的这个总面积，你看哦，几乎跟叶子上可以说是叶子2花1，但是你再看一下大型蝴蝶兰叶子的大的那个面积跟它开的花的面积，也许比例上是比较低的哦，所以呢有这样的一说，那在这边呢，这就是把这个东西提出来让大家去思考思考。我也正在琢磨，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是有道理。那不过实际操作呢，还是要按照个人的环境上面的一个通风程度跟你种的介质大小容器大小来去做水分的调整，才是最适当的。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